说实话，我真没想到一个游戏能因为过于骚受到200多万人的围观，3万点赞，收藏你们点到11万，那就这踊跃风呀，我愿称之为24年二游剧情最炸裂，比小说、同人文、漫画都震撼。这颠颠的 CP 台词太上头了，都是福类，嘿嘿。这评论确实是要素齐全啊！本来以为上架不了，我没想到真来了，还带了个18+适龄提示，那不得不玩了。咱们多的不说，该点赞点赞，该收藏收藏，必须给你们猛猛下料啊！看过我之前视频都知道，游戏是在这个人类与神灵共存的架空世界里，神灵呢被统称为柱者，虽然有强大的能力，但同时也被一种叫做不吉的疾病困扰，反正就是很强啊，但有病，而且会越来越严重。但非常巧，咱们的主角正是解药，拥有个可以安抚他们疾病的能力，可以对他们进行服系仪式。不管这些神灵是正派反派、高矮胖瘦、是人非人，给主角服系一下，那都得高潮。愉快却可怕的、容易灼伤人的温度。关大人的服系很温暖，也很快乐。所以主角理所应当就是这里万众瞩目、令神灵俯首称臣的神官大人。那主角魅力有多大呢？甚至这意识流里的另一个男人都想跟主角搞一搞，甚至主动让主角插他。怎么样？然后，比如这个天生一对的双臂天风环佩天月和高山流水明玄，本来俩人好基友，结果因为主角的出现，硬生生发展成4个男人争宠的画面。首先，天月对主角喜爱有加，明玄则是由于不吉的影响，想要杀掉主角，结果这一刀下去，天月出来挡刀了。什么？这感觉还真是痛啊！那主角作为移动春药，肯定不能允许有人不爱上自己啊！立马给这明玄的人之心进行了服系，那这服系完，眼神立马清澈了，直接对主角掏心掏肺。面对会自盲的瘴气，立马捂住主角的眼睛，让他握住他的剑。哪把剑？冰冷的剑柄握住刹那，一股暖流涌上来。这暖流什么剑，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？还有我不明白，是非要这种姿势吗？主角是不能自己闭眼，还是没有手来遮眼睛呢？早觉得你这小子不对劲。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就完了，但这人类反派见到主角也不打了，俩人居然认识，说啥都要带主角回去。这时候开头那个通经路出来了，跟我抢男人不行，不允许旁人夺走我所守护的我的东西。但你以为这时候是陆美兰跟人类大军的战斗吗？不，前面的明玄老弟直接上了，真是令人混乱迷茫的畸形恋爱呀！回到游戏的玩法，还是跟内测差不多的，就很复古的放置玩法，最多可以上阵10名角色，每个角色召唤需要消耗不同的月髓啊，就左下角的能量球，通过升级能量球就可以提高月髓的收集速率。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，什么前排生存啊、远程输出啊、远程治疗啊等等，还是挺考验月髓的分配的。当然内测也加入了一些兵种克制以及一些局内的争议效果，也是增添了许多策略性。之前内测卡顿发热问题，在公测后也有一定程度的解决，当然难度也是有的。像这2-3就卡了一堆的玩家，要我说的游戏理解还得练。你像我一样，直接抓一个你最常用的低费卡，狠狠的强化一波，你信我绝对能过。反正这游戏还是偏向剧情一点，毕竟这游戏的 Live 2D 效果是真有点东西，色还色的有代入感，非常的讲究。当然游戏角色养成也是可以研究一下的，毕竟角色养到一定程度还可以叠变，可以按照你的 XP 选择方向，想要穿衣服还是不穿的，都能选的。总之还是那句话，比较适合剧情向的休闲玩家，只要认可玩法例会，都是可以入坑的。好了，这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非常感谢各位收看。